叫一个问题，你比如说那天这个我听这个马云老师哈，马云老师现在有志于教育嘛，哎，就讲了，就是说未来啊，这个人过去是人像机器一样的劳动，对吧？未来机器像人一样劳动，就是说可以大大的，就是人将来每天可以好像他说的我记不清啊，就是那意思，人一天啊2、3个就工作2、3个小时就够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但是呢，我有一个疑问。我不太相信，为什么？我今天上午在参加另外一个公司的一个未来科学大会，那人家谈什么东西呢？谈人到底会活150岁还是活900岁？你看咱们这是谈能不能过50岁，人家在讨论怎么过150岁的问题。对，哎，听说有些硅谷大佬都已经换了基因、换了血了吗？有一个曲线叫做 Donna 曲线，就那个 Donna 公司做的曲线，它是这样的曲线，就里面所有的那个新科技的。人工智能啊，5G 啊，什么物联网啊，在那个线上面，那天他们画给我看，2019年那个导纳曲线最顶端那个叫云计算。你说吴老师，咱别投了，那个里面都是大佬，谷歌啦、微软啦、阿里啦，都弄完了。那我说这个现在最顶头那个东西呢，4个字叫人类永生。哎，据你对新科技的了解，有永生这事儿靠谱。那天我看那个王石还说呢，说这完全这是胡说八道什么的。今年你看到没有？有一个科学是6月份的一个科学杂志的一个报告，日本人把心脏打印出来了，打印 3D 打印。美国人前2年打印出来，但他没办法解决问题，就你血液心房血液会回流嘛。这次日本人是在模拟状态下，心脏血可以不回流了。1904年，库茨韦尔写那个起点临近，他说未来就3条线路，一条叫什么呢？叫人工智能，啊，在你脑袋里装个芯片，跟你一起20年，你人挂掉了，芯片还在，就是工程学意义上的人类永生。第二呢，叫纳米科学。就是身上的任何机构都可以被打印出来。第3呢，叫做基因科学。打印出来能用吗？能用，现在什么都能用，什么都能用，心脏都能用了呀，对，都能用了。肺现在不是肝肺都打印出来了，那还让人捐器官，还捐什么呢？不是，那照你们说，那还是号召人捐什么器官呢？现在很贵嘛，对啊，现在非常贵嘛。那个第3就基因科学，就你基因提取。脑科学基因提取，我今年那个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80后的一个哈佛的一个中国人一个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产品出来，手断了以后装一个机器手，用大脑来控制它，跟朗朗一起弹钢琴。哦，这个我好像看过这个片子，脑控制，就用脑意识，挺好玩的。就是说，你还得训练用它，就是你脑子里得有个明确的意念。对，你去好像是不是说你也不能胡思乱想？对，就是你得集中训练，真的有点类似于念力一样的东西，你形成能触动那个电信号，对吧？其实现在是存钱，其实挺重要的。哦，现在就真挺像他不是也会从10万减到几千吗？对，我们等着那一天，等着那一天。现在就像青霉素发明一样的，比黄金还贵。过个10年，青霉素就很便宜了。它现在就那个青霉素可能还没被发明出来，或者还在实验室里，它活得久一点。易经，你想插什么话？没有，我刚刚想说，就是我最近看一个那个英剧嘛，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女孩跟她妈讲，她说我要去苏黎世把我的大脑去下载了。她妈说你是去安乐死吗？因为一般人不是去瑞士都是去安乐死吗？她说不，我永生了。就是他把他的脑袋整个电子化了嘛。他说我们过去认为这叫死亡，他说不，这叫永生。对。哦，我看了那个电视剧了，在那个奈飞上。你知道，我最近我最近看了个真的，就是纪录片，还不是电视剧，叫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就是生物编辑技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非自然选择。就是有4、5集，所以小波这个事儿还真可以聊聊，就是说，他这个讲的呀。我们电视台的一听就懂，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个技术了，就是啊，你的基因是可以剪辑的，是可以剪辑的，癌症就是很多就是基因。然后这个片子里已经拍了，已经有3亲婴儿了，现在已经有了，就是你看，夫妻2个有一方有遗传病不能生孩子，那么现在是什么呢？把另一个女的，然后这个孩子已经生出来了。就这个所以，但是这个片子他在探讨一个伦理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说好像是一种什么蛋白质分子，就是说它就像剪刀一样。他说，可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慎重啊？就是说，问题是人类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么一个门槛上，就是我们能怎么样改造我们自己？怎么样更好？你知道他这个片子里边就讲到你这个问题。现在有些大药厂已经根据这个生物基因弄出治疗有些遗传病的药，几百万美元。
那有些小孩得这种病，家长真是哭得可怜呐，没有捐助，你拿那就说这大药厂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但是药厂它没办法，它研发经费这么高，所以呢，现在在西方国家有这么一些志愿者，他们干这个事儿，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挺悬的，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说，我们有志于不要让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富人有钱的人，他就可以用这个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改造自己。所以他们现在自己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出来这种技术，让它成为民主的。就是非常便宜的，比如说你在将来你在 7-Eleven 里，你在那个超市里，你买几个试管，买几个什么，你就能弄。然后这个纪录片，然后这个纪录片里拍一个几个小伙子，你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把他那个狗啊改造成那个绒毛荧光的、发光的。天哪！因为他只要找到这个基因里边决定毛色、毛发颜色的，对，甚至他说，哎呦，我觉得这将来太可怕了。就是他们描述，他说现在是什么？你比如说啊，你想长肌肉，将来的人呐，你不用去健身房，只要改掉一个你的基因里边负责抑制肌肉生长的基因，你躺床上都能长肉，不是躺床上都能长瘦肉，躺床上都能长瘦肉。我的天，你说。所以他就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来到这么一个临界点上，就说这个技术已经有了，当然很不成熟。现在就是，可是大家用在治疗上面是没有伦理问题的，你在用在比如说人种培养上面，肯定是有问题。所以他们就将来说整容将来也不需要了。你想眼睛变绿吗？这很容易啊。对，这个是现在是伦理上是有问题，伦理上有问题。16年的时候 ，IBM 他们有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得了一个特别罕见的日本人得了特别罕见的一种癌症，但是他就跟基因相关。但如果你一般去找这个基因呢，你要大概要他们说跟我说读那个论文啊，要读那个上海大厦那么高，就论文叠在一起有300多米高，你人读不出来嘛。后来就用机器人来读了以后大概1天不到时间读出来，为了把那个基因找到。然后就把那个女的救活了，这是16年特别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治疗是通过基因剪辑来治疗，但你刚才讲的把他眼睛变绿啊、变蓝啊、长出第3个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啊？这肯定涉及到伦理问题。那它背后一定那个伦理问题啊，背后第一个是我们要先把问题是你改变的东西，其实我们对他未必了解。对，你被改变的时候，你认为它跟 A 相关，它其实还跟 B 相关，但我们不知道，人类的认知边界有限嘛。可是不管跟什么相关，我们要先把它界定为疾病啊。现在比较能够开放的，你刚刚也说了，那是病啊，我们疾病治疗要把它 define， 把它界定定义为疾病才比较好办。可是背后的整套的伦理的问号，其实不是新的东西啊。一直以来，不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都说，那一个群体，可能这些群体是什么呢？口疾，讲话口疾，像我这样大舌头的啊，不适合生存，可能用种种的方式把它灭绝啊，灭绝，甚至至少把它隔离，对不对？对，其实他的理由也听起来对他们来说很充分的，不然他们会把我们整个群体拉下水平拉下来。纳粹就这个说法。对啊，然后有些人说你智力差，甚至你皮肤黑的、皮肤有某种颜色的人就灭绝等等哈。所以其实这个逻辑背后是一样的，就是谁有权利到最后去决定生命本身，剪接这个那个哈。所以对，就是过去你比如说一般动物或者咱们以前的人跨越不了这个障碍，但是现在你看科技来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就是说展望未来。你是很有可能获得设计自己的能力的，甚至不表现在你的孩子。对，你当生就能改造自己。而且但是但是我们怎样决定什么是应该改造的方向？什么是完美的？什么是好的？这伦理上解决。而且从民主角度来讲呢，我不是我讲年初见到那个哈佛的那个脑科学中心嘛，他们现在在做一个事情呢，就是脑力集中训练嘛。比如说，它的一种技术可以，我们一般人的注意力集中注意写稿子，一般不会超过1个小时的。1个小时以后你就会分散啊，或者你要再需要集中。他们现在是跟那个 NASA 和奥林匹克运动队在训练，能够让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到4个小时以上，这是需要花大量金钱和技术来完成的。那会变成什么问题呢？就咱们生个孩子都是5、6岁读小学，有的孩子干一件事儿10分钟就乱搞了，有个孩子可以集中注意力2个小时，就是说可能10岁就可以读哈佛了。对，他就是他就是从出生的那个教育开始。
他已经有人变成超人，有人是人，但是就是值得担心的。但这个是这已经完全基本上可以应用到临床环境下的一个技术了，已经是。但是我问你啊，小波，就是有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出于对人性的了解，你见过人类啊，在漫长的历史上，他有过这样的潜力吗？就是他获得了一种能力，但是他自己决定不使用它。原子弹放了2颗，对，但是你看他就有了更多的办法来不让它再放吧，尽量不让它再放。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你比如说，我还要跟你讲，人控制不住。我还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你比如说那天这个我听这个马云老师哈，马云老师现在有志于教育嘛，哎，就讲了，就是说未来啊，这个人过去是人像机器一样的劳动，对吧？未来机器像人一样劳动。就是说，可以大大的，就是人将来每一天可以，好像他说的，我记不清啊，就是那意思，人一天啊2-3个就工作2-3个小时就够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但是呢，我有一个疑问，我不太相信，为什么我们所有的科技本来都是为了让我们更省心、更省事儿，为了让我们更懒惰，但是你结果看看，你更懒惰了吗？你是不是更焦头烂额了？比如说手机本来是让你更快捷的处理，可是这个东西本身它使得我们更晚睡觉了。你想到这问题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人性的问题？说将来代替了这么多劳动，你放心，人就是这么一种会自个儿找麻烦的动物，他代替了他这个劳动啊，到另外的事，他又会搞别的，把他搞得过劳死。对，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你们有个《盗梦空间》，就好莱坞电影，就是未来很可能很多人是生活在另外一个虚拟空间里，他坐在那里戴个 AR 的头套，他的那个自己建个王国，自己当皇帝，当强盗王，该杀人杀人，该放火放火，他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宅男，对，宅男。就现在日本才100多万的宅男，什么叫日本叫宅男呢？就1个月之内，除了去 7-Eleven 不跟任何一个人谈话的那个人有150多万。现在日本，那中国你说坏了多少人？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啥也没有，国家发个救济金给你吃个饭，然后呢，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今天中国人在手机上已经5个小时了，就你刚才那快手已经人均1个小时了，那有什么知识啊？倒不如听那个圆桌派呢。这是多说2遍，多说2遍。但是他你不用他占用时间问题不用怕，但他就人会分成2类人。义军，你想发表什么？我在想说，就是说这个人类是不是少一个基因，叫做知足基因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科技，我们对人的这种改造，你说的基因改造也好，什么改造也好，都在基于我们认为自己不够完美，我们不太好。我想说，但是我们对自己其实对人类本身有多少的认知呢？其实还没有达到。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认知是在哪里？我是记得我今年经历过的一个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场面，是我在这个沈阳那个新松那个机器人厂里面，你进去就全是大手臂，就是那个，我说他们在干嘛？渠道可以，他们告我说。机器人自己在造自己，我说他们知道自己在造自己吗？他说现在还不知道，以后会知道。但是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这个手臂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它可以举一根这个就是绣花针，可以在纸上写字，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大力的，就抓举非常可以，就是这个强力东西。那我就问为什么都是手臂呢？他们说原来我们的人的手臂的设计是这个3个关节6个向度，这个是最完美的一个设计。他只要把这个手掌这个换掉啊，加任何头，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哎呦，让我一下子觉得，原来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拥有的东西其实也很好。就是我们为什么长成这样呢？为什么我们是这个？我们似乎还没有好好去认知。以前那个柯布西耶他们画过一个所谓叫完美的人体，但他画出来是那个头其实挺小的，手特别特别大。就是他们认为，其实就对人体本身的结构的就是这个研究啊，我在想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其实有多少？其实人都知道啊，所以说你说不知足，换另外一种说法的，人有往上提升的驱动力嘛，不断往上提升，问题是怎么样使用它而已嘛。很难的，那个什么各种的科技越要求你的自律啊，像好多人知道，我有一阵子为了写作啊，都被迫跟我太太分开，对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床，因为这样我才专心写作。对，不然的话我就会很晚睡啊。因为我爱跟我太太聊天，聊到半夜3-4点啊。大家聊聊，他说不行啊，我每天跟你聊，我没精力写作，没精神写作哈，那就分房睡，然后在那边。
结果我以为分房睡可以早睡，结果更晚睡，因为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感觉自由了，没人看着我，就拿着手机跟别人的太太聊天，聊到更晚。然后为了不跟我老婆聊天，结果用手机跟别人的太太聊天，那就是只能怪我啊。那你太太给我自由，我没有用。你太太可能也在那边跟别人跟你聊天啊。后来我看我太太手机，原来这个人很熟，全是文涛是吧？我最近发现我们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你们有没有？就是晚上你不想睡觉，就是其实已经很晚了，你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但就在那儿不知道是看无聊的电视，还是上网购物，还是干嘛，你就不想去睡。你知道吗？那天咱们这个圆桌里得出一个分析之一啊，怕死基因。就是说人为什么老耗着？你想睡不睡，其实就是你老想延续上一个状态，在那个状态里老不想结束。其实呢，就是这有可能是一种，就跟那个怕死一个原理嘛，就是延长，好像一睡过去就是一个状态的结束嘛。你老想把上一个状态延长，就像不散的宴席嘛。我们希望永远不散的宴席。可是那宴席也没啥好的，这没啥关系吧？晚上不睡觉还那么美好的理由啊！我自己感觉不是，我就是图那个静。其实那时候呢，你就是周围有点比较安静的那个感觉。你不觉得我们白天只要你有一个科技的东西在手里，你觉得整个你的状态是纷乱的。就好多事儿，就是本来你不需要去回答的事情，是不是？到了晚上，你那一段时间突然觉得很……所以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你现在有了很多这个生物的这种技术之后啊，它涉及到一个，单个的人不说了，现在是整体的、全体的这个人。你比如，我就看着那个生物编辑技术的那个人讲，就说这事儿没法民主。现在这个都是非法的嘛，就是你不能自己随便改造基因，都是非法的。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开这个口子呢？他说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件事儿，这种事儿没法投票，不是说你说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说一旦有一个进来了，人类的基因库从此就永远的有了这个，它会影响到你全部人类的基因。所以说，这你不能说多数服从少数，所以它必须全体。这个问题技术现在是被禁止的，严禁的嘛，就很复杂。但相比之下，我觉得小波有章法，他自控力，他能。你看，我记得当年小波就说他怎么发家致富啊？他说他从这个回国之后开始1年买一套房子。我是不是你说的？对，我很长时间1年买套房，1年写本书。你的房子什么时候断舍离？你的房子不是？那我现在问你，不让我买，不是你现在这又上市梦碎，肯定是还想继续上等等。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规划？你这个个人 IP？ 我其实我想的挺明白的，就是说桌上有很多菜，其实呢，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只有一碗菜。比如说写作，对我来讲这是最重要，但我不能一辈子只是财经写作。而且我如果只看到它，其实我也成不了一个好的财经作家。那我做企业也好，我投资，哪怕我今天失败也好，我年去看企也好，我觉得跟这还有关系。你看，我又没写小说，我又没写戏剧，我也没干别的，我也没搞圆桌派，我就干这个事儿。但周边会有一些事儿。那么1年写本书，或者未来可能我年纪大了一点，3年写本书，这个事儿对我很重要。但我不能365天只干这个事儿啊，这个人生太无聊了吧？我该打麻将还得打麻将，该旅游还得旅游。该上节目还得上节目，该做点出版，我是这么在想。但这个事儿很重要，我得把这个事儿控制住，我别的都可以自由掉。我是这么想这件事儿。你觉得你活得健康吗？你看他连皱纹都没有，还不健康吗？对他真是，你看这俩，这真是没有，而且对精神很好。我就说他刚没化妆，我还以为他化了妆。不，我是这么觉得，就我这个事儿，其实你喝了什么东西了？我这个事儿不他，别的事儿他和不他其实都无所谓。我是这么想这件事儿的。我现在就在写作这个事不他，别的事他不他。我现在就在想，就你说这个人们现在爱熬夜啊，就是老是耗着不想睡啊，其实也有一种啊，就是贪生，真的是贪生怕死。这个贪生意味什么啊？就是哎呀，当然了，老想活着多有滋有味儿啊！你知道，就是你比如说我父母亲啊，就是这种活着的滋味，你知道吗？比如说我母亲这个卧床病了，对吧？我父亲就觉得活的少滋味。你知道，我说像他们老年人有什么享受啊？他说你知道，你看他就说
他说现在觉得一个人啊孤单，就是说过去呢，老两口出去遛弯儿。说穿这个衣服还是穿那个衣服啊？那能说穿这个颜色好，穿那个，拌个嘴吵个架。对，拌个嘴吵个架，这都是活着的滋味。就是有些时候，我记得上次有一次，陈天津老师也说有时候看见一个在上海看见一个又反正是身体特别不好的一对老人啊，在那儿喝粥，就照他看来，他这个身体状况。活的质量已经很不好了，但是你看他们喝粥的那个感觉，你还是觉得这个活的有滋味，好愿意活着，能多活。所以我就在听你刚才讲这个，就说生物科技已经到了一个门槛上，我就发现马爷说的那个是不是真的不是逗乐？马爷就是说我特怕死，他说我想等着，我等着是不是真能科技能让我至少是能让我长寿吧？能够大幅度提高我的寿命，你说咱要等着吗？咱应该，我刚刚说人类多挣钱等着。对，人类这个不知足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就这个世界，你跟20年前比，我们丢掉了很多这个人文的东西，就是你刚才说的生活的情感的那些很琐碎的，我们以前蛮推崇那些东西的，就是以前你喜欢个文学，喜欢个戏剧，说一些你说的这个写作，都是一个捧得特别高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慢慢的，你不用担心，我跟你讲，今年上海那个戏剧学院有一个很小的戏叫音乐剧系，就王洛勇在当那个主任那个戏，音乐剧算小了吧？今年招17个人，2700人报名。20年前，咱们那一代人会有去报音乐剧吗？毕业以后不知道干嘛。2700个孩子报17个人，可能因为整个大上海整个大上海就2个名额。然后我们再看我们那一代人出去，将来我插句话，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有了钱以后，工厂里干活的都是机器人，对，全人类都是娱乐圈。对，马老师说，你一天最多给你2个小时工作时间，要多花钱来买，剩下来干嘛呢？该画画，该谈恋爱，该看戏看戏，搞个盗梦空间也挺好。我说他这个你不用担心，人类会平衡。你看前段大家在说5G 来了以后，机器人会替代人类嘛？他们前2天他们跟我说，吴老师你不用担心，5G 来了以后，首先增加2200万工作单位。他首先增加2200万工作单位，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好多人去干这个事儿。对，不要低估人类的学习能力。对，不要低估这个自然还是会，我认为会均衡。我认为。真的人均活到150岁的时候，可能会有150岁的一种生存状态和一种新的平衡会发生吧。我在想这个，但是不用担心，你知道吗？就是最可悲的是什么？我要再年轻一点就好了。你说你，比如说将来50岁来说的话，科技，你比如说科技要冻龄，你比如说现在已经80了，给你冻100年，你作为一个80岁的老头活100年，我说这可不如20岁的活得爽。那会给你逆龄嘛？对，到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它能可逆吗？以后你现在不能想，你现在想不到的事儿，你现在这个问题本身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科学家的选题。一个80岁的人说，我有没有可逆成我20岁的身体？你觉得没有人研究这个事儿？我觉得一定有。我发现你都想得出来，你有点科学万能论啊！我是个文科生，但我觉得技术还是真的是对带来特别大的进步。我现在特别相信技术本身，技术是不可逆的。互联网一来，往上往下一买东西，你怎么办啊？移动支付一来，银行再多门店你也没有用。搞了手机以后，你该出门就出门。我认为技术，我现在慢慢变成个技术主义者，什么东西靠人解决不了的东西，靠技术来解决。技术解决不了，再等。小波所谓的技术主义，看你怎么来界定。但技术是非常冷酷的，有可能。那当然，而且不可逆。不可逆。马克思说嘛，技术代表什么？生产力。生产力一定往前走了。而且技术的工程师思维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个，我看过一个德国哲学家写的书，他说那些做原子弹的那些人啊，他也没有想过这个弹子砰炸下去会死10万人，他肯定没想过。他觉得这件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裂的时候能够产生多少的热量和卡路里，这个是最重要。爱因斯坦他们都想过啊。有对。等他做出来以后，他才想了以后来不及了。你知道，他一定把它做出来。这就叫人的异化，人的工具性。就是当他发明这个原子反应堆的时候，他只想着如何发挥最大的效率。对。但是他用到哪儿？对，他又开始反对，他自己反对自己。但他把事儿做出来了。你现在做克隆人的事儿啊，这种就是基因剪辑的事儿，他根本没有想过伦理问题。他一想这件事就做不下去了。他觉得这个给他带来的快乐比咱们上节目快乐还要大。哎，你还别说，对，他有这部分就有这么一堆人。所以说，永远应该有我们圆桌派
在聊人生，对，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这非常非常重要，太不能缺少了。对，它非常重要。他们去搞科技，对，但是我们永远要聊人生。虽然我们要活得久一点，是吧？对不对？什么人的人生，可能将来是半电子半人的人生。你比如说，我就觉得，而且有的时候啊，注意新科技的同时，也要注意老人的人生经验，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你比如说义军，你说你这个你活150岁，你这一个10年生一个孩子，你生就是说你对这个事情，就人活着干什么来了，永远需要聊。你比如我最近学了2个我尊敬的2个老师，就是一个是这个阿成老师哈，我就发现他在威尼斯日记里写，你看这里边有他的一种人生观，他说呀，人生就是一个过程。要每时每分每秒感受，每分每秒感受，一直到结束。好，你看这是一种观念嘛？还有一个老师，咱们的王蒙老师，咱们的老嘉宾，我就从他这儿学到一种人生观。王蒙老师就是他不光是感受，王蒙老师说，我一辈子不管是有了这个功名，有了这个财产，这都是其他一些的。他说，但是人活一辈子，不管活多久，总要有几次感动，总要有几次充盈的感动，感动的充盈。你看，咱从这些东西里找着点感觉，咱就不会被这个科技彻底的带到妖魔鬼怪的方向。而且人呐，我怎么想到用增强现实可以达到的？你看，增强现实可以达到他的感知啊。哎呀，没有，我说人嘛，而且特别到了一个年龄，总要想这辈子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也听很多长辈不同的安排，有一位长辈说，我反正要求自己在临终以前啊，心中会有几个人是我会想着他们的，也临终以前要确定我去了，会有几个人一定牵挂着我。那我生命就没有白活了，没有遗憾。不然的话，我们姑且称这个做情嘛，哈，爱情的情哈。那不然的话，没有情的话，生命还剩下什么呢？那有没有剩下什么呢？其实一切都会过嘛。刚刚阿成也这样说，王蒙也会说。可是最真实的那一刻，就是在你闭上眼睛以前嘛，你在想，哎，我这样走了，谁会挂着我，牵挂着我？或者说我走了。我走的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我还牵挂着谁？假如当你那时候发现你没人被你牵挂，也没人会想念你的时候，不是空上加空吗？更遗憾吗？你看情是吧？只叫人生死相许。还有叫债是吧？把钱借给人家，都互相有个惦记。小波最后是讲这个。你呢？我最近看到一个朋友是走了以后，一大堆快递还没打开。对、啊，没用完。我就对啊。所以我呢，就是到最后，咱们还得在一块儿聊人生。谢谢。